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黄辉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关注一下啊，北京表示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将要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哦。那这个本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也在这个进行联合的演习啊，包含了俄罗斯近海的日本海哦，以及这个鄂霍次克海周边的一些区域哦。那这也是日俄领土最有争议的地方。换句话说，最近中俄频频的跟这个日本亮剑，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剑指美国的味道呢？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目前呢，他还穿越了对马海峡哦，这个与俄联合军演，解放军的舰艇编队呢进入到了日本海。那日本很紧张啊，他们就说，根据他们的一些这个内部掌握到的消息呢，他们就赶紧派出了这个天草号紧盯来监控。那中国大陆的军机呢，之前不是也有在这个俄罗斯的航空基地起飞嘛？20分钟就可以飞抵美国的领空哦，在阿纳德尔空军基地。那这其实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允许中国大陆的军机驻扎在这边的空军基地。那这个基地距离阿拉斯加其实蛮近的哦，也就是说20分钟就可以飞到你美国的领空。换句话说，现在中国大陆哦，这个对美方亮剑的动作是更加的明显了。俄罗斯也允许这个中国大陆使用海参崴港，那中国大陆是叫海参崴啊，那不同的称呼，但是呢，这也表达出来，现在中国大陆的东北哦，还有这些区域，就是俄罗斯他们这个远东地区呢，现在已经发展铺平了合作的道路，运输货运上面更大大的便利了。所以现在很多俄罗斯的，比方说汽车也好啊，或者是说相关的任何的制造产业哦，他们都是跟这个中国大陆购买，然后透过这样的管道来运送到俄罗斯去。中俄的关系，那他们说现在已经是从这个黑瞎子岛，还有到图们江出海口，以及到整个远东，现在目前中国大陆、俄罗斯跟朝鲜的合作是互补利益的，所以看起来更加的紧密结合了。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现在也针对了冲绳，好像有一些动作。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中国大陆现在设有这个琉球研究中心哦。那对于台湾的一些部分媒体来讲说，哇，这个是台海认知作战掀起了高潮啊，是不是要分裂日本的领土哦？那但是呢，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是讲，东京新闻针对这个消息哦，去询问了大连海事大学，那他们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琉球研究中心的筹备计划，但是正式成立的时间还没有决定。那日本冲绳县呢，之前是称为琉球，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的时候改设成这个冲绳县。1945年二战结束时候，其实是美国托管啊，那美国就自己把这样子的琉球群岛自治权交给日本，所以一直以来都好像存在着争议。那日本的新闻他们就讲说，北京当局把这件事情哦，将台湾问题视为是内政问题嘛。那对于这个琉球呢，其实也一直觉得存在一些这个领土上面的这个争议哦，认定上的一个争议哦，所以他们想要借由挑起这个冲绳跟日本内地的对立，然后在台海议题上面来牵制日本的影响力。那这个是台湾的部分媒体的一些报道啊。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对于冲绳来说，我们知道玉成丹尼一直都是跟这个日本在唱反调的，特别是他很不喜欢这个美军驻扎在这一边，很多的冲绳居民动不动就会上街头来抗议这个美军相关的一些动作，因为美军在冲绳这边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些，比方说噪音也好，或者是治安的问题也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冲绳知事这个玉成丹尼。他在华盛顿强调，美军基地的问题依然是非常的严峻哦，所以他再次提出抗议。他甚至揭露说，美军的性侵犯案有350起哦，从1972年冲绳移交到日本到1995年就有120案有登记哦。那但是他觉得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冲绳问题，现在也是变成中日之间可能这个未来的一个未爆弹。那再来。南海紧张哦，
解放军南部战区的这个司令跟美军的印太总司令，他们在旧金山有进行这个因为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的会晤，所以呢，两边的司令呢进行了这个视讯的通话，双方就关心的话题深入来交换的意见。那这个菲律宾呢，他们现在讲说，他们有一个中程打击能力的武器，他正在向有关的单位正在询价哦。那希望就说用这个中程的导弹武器系统来防止中国大陆来到这边挑衅他们，那中国大陆才不理你了。中国大陆就讲说，这个是你们在挑衅我们，而且讲中菲的关系现在其实是来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就有提到了，他说呢，呼吁菲律宾认真思考中菲关系未来之路因为一直以来这2年来在小马可仕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突然的转向就转到了美方那一边去，然后开始不断的挑起这样子这个南海这边仁爱礁的一些相关矛盾所以现在使得中国大陆跟菲律宾的关系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这个印太整体这样我们看第一岛链看下来真的是挺紧张的。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对，因为首先讲中国跟日本的问题，日本最近这几年的动作太频繁了。第一个，他把纯粹的自卫队改为国防军，换句话说，以前是只能守防御，现在可以可攻可守买武器也是拼命在增加中程导弹的一个争取，像美国马跟他的这个军事的调整，对，把舰队也增加了2个舰队那在菲律宾呢，他又送海巡船，凡是只要能够挑衅中国的，他都做。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搞的这个舰队它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从055、052、054凡是有攻击能力的船都编入这个舰队，到你日本又去巡逻一次。那么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它又是跟俄罗斯联合起来，从对马海峡穿进穿出的，这个警告的意味很重。是。另外，中国的飞机可以到俄罗斯的阿纳德机场停下来的话，这个飞机可以威胁到阿拉斯加美国空军的介入。美国空军要介入日本的问题的话，他从这个地方就直接可以做中途拦截。所以中美、中日、中菲最近的这个挑衅的活动很多很多。对。那除了军事上的摆 pose 以外呢，那更有一招就是把琉球的问题提出来。琉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国家，以前我们中国还给他有官方的这个印章，琉球国王，代表它是一个被中国承认的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在2战以后是被美国托管，也没有说是这个主权是交给你日本，只是说你有管理权。有管理权不代表你有主权。对。但是日本很压霸的就把琉球收为己有。但是琉球变成美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他的飞机每天起降，已经把琉球老百姓吵得是夜不能闭，夜不能眠了。然后美国大兵喝醉酒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再讲性侵，370几件是登记有案的，没案的更多。所以琉球老百姓对日本的印象非常恶劣。尤其在2战的时候，日本军阀所提出来的玉碎塞班、玉碎琉球都是这种做法。琉球的老百姓被迫去跟美军抗争，还有很多的妇女从集体跳悬崖，鼓励他们干。所以美国在琉球老百姓里面没有什么好印象。对。那么又把琉球的以前的古的皇宫又拆掉了，所以这些行为让琉球知县不断的向日本抗议。那中国大陆这个时候借机会成立琉球的研究中心，就是告诉琉球的老百姓，你有你的国家，你有你的主权，你有你的历史。这个东西就是从你内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日本向来就是跟着美国的战略构想，就是从日本、韩国、日本、琉球、古宫岛、奄美大岛到台湾到菲律宾，部署了这个提风飞弹或者是这个中程导弹的一个火网。那么中国大陆急需要破解这个问题。另外中菲这边闹事也闹了很久了，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摆出来的姿态就蛮硬的。我们看它部署的船只就知道，除了海巡舰，还有军舰，还有力量很大的拖船。这个拖船的意思就是说，你等到我翻脸的时候，你宪兵将2条大船，我就给你拖走。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感觉到，美国也感觉到这个菲律宾的问题，如果制造成一个问题的话，它超过它管控的能力。它是温水煮青蛙，慢慢挑动菲律宾去抗中，但是也不希望菲律宾利用美菲协防条约里面变成一个战争形态，美国就要介入。事实上，美国在南海已经没有能力介入。在南太平洋里面，美国的航空母舰是真空状态，因为应付这个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的战争，对，俄乌的战争，它的航母都已经调到那边去了。所以上一次美国那个国务院的代表就是要求南海的战区司令、南方战区司令跟印太司令有通话。这个通话的目的不是什么好的，就是说这边有任何的临机的冲突，透过通话来化解，不希望爆发一个战争。因为美国现在没有能力负担跟一个有核子大国里面正面开仗，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切要在他的管控之下，慢慢蚕食他的，伸张他的这个伸手管辖的权利。所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次很强硬的表态是有他的慢慢向你摊牌的味道。如果你再加重的话，他会处理的手段更加激烈。好，来请教苑老师。对，你看到那个中俄朝之间的动作的话呢，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他们主动演习啊，大家要记清楚，8月底的时候，现在才是9月上旬嘛。8月底的时候呢，日本本身呢就接受了美国的这个，应该说是美国的怂恿，10国海军联军啊，联合啊，一起到了，有荷兰啊，有意大利，意大利还派出航母啊，在那边耀武扬威了一下。那么日本本身的位置打开的话，鄂霍次克海就跟俄罗斯有领土的问题，然后这个对马海峡，接下来东海跟中国有领土的问题，其实他们原来的关系就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耀武扬威的话呢，对于日本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出现了3个情况，首先呢，第一个情况呢，就是呢，中日朝3国都是核子大国啊，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虽然说看朝鲜不行啊，他是那个导弹射到日本去，日本也受不了。所以这个要记住，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惹不得的事情你不要惹。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这个俄罗斯跟日本之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领土上的问题是剑拔弩张，甚至一度传出来日本想借这个机会就是把这个北方四岛的话呢，借这个机会收回来，然后同时的话，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了这里面的情况下的话呢，要收回来。俄罗斯的话呢，这个北极熊对于领土有特别的钟爱，他不会允许你做这种事情，然后一定是先下手为强。那中国本身这更不要讲了，大家普遍对于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合作的话呢，要对付日本的话呢，那是轻而易举。所以说呢，大陆在对马海峡派出来的话呢，055的战舰、052的战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驱逐舰其实我真的是拭目以待，想看一下这里头的过程到底有多厉害给日本好好修理一下。这个情况我是蛮想看到了我不能说期待这样子不人道，但是基本上我蛮想看看，就是说大陆新造出来的这些驱逐舰到底有多厉害。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大家都知道日本本身是2次大战的战败国，是一个他的宪法是和平宪法。刚刚听到我们帅将军一讲说他自己的话呢，原来的自卫队要改名变成正规军那还得了，对不对？而且呢，根据这个法律有规定，所有的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的话，都可以针对2次大战的战败国有重新武装力量，有主动攻击的机会。而且里面没有谈到，条约中没有谈到说不能使用核武因为那个时候在设计条约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说会有今天这种问题。所以日本的话呢，现在做这种事情的话呢，是他们自己找的就是说是这个咎由自取。然后呢，前后呢，大家要看这个因果关系。另外的话呢，它严重的关系就是说日本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再挑衅，以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的话呢，他们基本上中国跟俄罗斯的话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常在开玩笑，以前我们山东人有闯关东的这个经验，现在大陆可能有闯远东的经验了，要开发西伯利亚了。好，黄老师。好，那个。首先，我们看一下在琉球这个问题琉球这个问题其实蛮好玩的，因为中国大陆当局它在过去，也就是美国还在治理琉球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当局曾经也说过，就希望日本赶快把琉球还有小笠原群岛赶快收回，意思就是让美国赶快走了。那时候有这样讲，但是呢，这个时事的变化，这个情势的变迁，所以现在变成说，琉球好像在中国大陆慢慢被炒成一个所谓的冲绳
或者琉球地位未定论。那这一个说法其实不是最近的事啊，大概在2012或2013年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它就有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已经提到这些事情了。那因为是人民日报，所以当时的日本首相菅义伟，还有包括一些日本的高官呢，也出来表示反对，还有说你中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说啊？但是当时因为中国大陆政府跟日本的关系，安倍那时候不好嘛。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包括习近平跟安倍的握手，其实常常是臭脸的，不得不握，因为在国际的正式场合，但是那个脸是臭的。所以这个冲绳或琉球地位未定论，我个人一直觉得跟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睦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其实不管是在琉球或冲绳的这个地位的问题，或者是日本跟俄罗斯有冲突、有争议的北方四岛，其实中国大陆都是采取中立的态度。那中国大陆在未来会不会把琉球的这个地位呢？他突然说，我现在觉得琉球不应该属于日本。我个人觉得这几率还很小，还很小，除非日本他在所谓的台湾问题上面介入的更深，而且呢高喊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几率我觉得当然不可能是趋近于0啊，但是它现在发生几率太小了。那另外菲律宾要买那个所谓的提风或大陆叫低风飞弹系统，我个人会觉得说，第一个菲律宾他是不是真的想花钱花在这个地方？因为菲律宾其实国防预算太低了，所以他如果不想花这个钱的话，我个人觉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英文叫 bluffing， 就是喊一喊嘛，跟人家虚晃一招，希望人家觉得说，你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啊，但其实他并没有真的要做。所以我觉得这个菲律宾在讲要买这飞弹系统的事情，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再观察一下，因为菲律宾他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低风飞弹系统，我觉得目前的可能性相对是低一点。好，将军是要补充这个，可是美国在上次演习的时候，把低风飞弹部署在菲律宾就没有带走。虽然你菲律宾没有买送的，他不是送，美国常干这种事，技术性忘记，他到欧洲去演习，很多坦克车演习完了，故意忘掉，放到那边，他有仓库。就是说，美国对外用兵有一个东西，就是说重装备啊，我临时用海外运输是来不及的。像欧洲的问题的话，它可以101空降师坐飞机直接到那边，然后到仓库里面把坦克车大炮拖出来就可以用。所以是美国在2战以后常常惯用的手法。我们在欧洲就发现它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很大的基地，或者是坦克的这个储藏库、武器的弹药库。菲律宾在这边也是干过这个事。所以当初2战、越战完了以后，美国有一些轻武器，运回去的成本太高，就卖给我们台湾了。你要知道，美国是很精明的商人。所以可能也是有机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今天有9月10号，因为有苹果跟华为的对战，那在对战之前呢，美国是不是要替苹果来助攻呢？那他就端出了很多要制裁中国大陆的一些法案哦。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据美国这些众议员，他们现在又要推进要对抗中国的一些法案。那本周有超过25条间接或是直接跟中国法案的有关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要抗中的法案有待审查哦。那本周要来进行讨论跟表决。那甚至呢，他们就讲说，如果中国大陆未来犯台的话，要冻结高官的资产，这是在美国的众议院还无条件通过了这项法案。所以这是在替苹果助攻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的苹果发表会很多人在发表会之前就讲说，哇，这次跟华为的对决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新的亮点。那昨天发表会到底是端出了怎么样的一个苹果新机呢？我们来看看 iPhone 16的亮相，
结果专家就讲说，好像很难掀起新的换机潮哦。那当然，它这一次哦，主要还是它每次现在新的一代就是会有一个新的颜色。可是更多人，比方说像是我这样子使用苹果的人，我都不会去选新色，因为你这个退流行很快。你今年选了新色，你只能这样子啊，好像这个下趴1年，然后你明年就马上就知道你是上一代。所以你用一个什么黑色、白色，你就用好几代，大家都不会发现你换。就是说，这个好像都不会退流行。所以它虽然说这一次推出的像是金色啊，或是沙漠钛金色哦，可是虽然说是很漂亮，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说，吸引度不够高，甚至觉得它这个智能啊，这 Apple 的智能呢，现在很多的关键功能呢，要到明年才会出现的，连出版的 ChatGPT 可能都不太支援，暂时呢也不会推出欧盟的版本，还有呢它的技术啊，跟这个整理讯息通知都不是跟对手足以匹敌的能力，甚至很多消费者还不知道你这个 AI 智能，你能够苹果版的 AI 智能到底能够为他们做出什么呢？那另外他们讲说，这次有一个重大的这个新的变革，那是什么呢？就是呢，手机的侧面多了一个按钮，叮叮这样按下去一个按钮，然后就马上就被大家给吐槽，就说原来我们看了一个相机发表会因为他好像琢磨在说这样子，一拿起来横的就可以这样按下去，这样子，拍照功能，所以网友就说熬夜了一个晚上，失望，了无新意，相机发表会结束了。那连美国的记者都实测说这样的一个 AI 的功能，他说还没有准备好啊，有时候还会出错，还会误解文本的意思，甚至呢有时候摘要的是诈骗邮件，还会编造故事，他的感觉上面好像不是很靠谱哦。那这样子的一个 iPhone 16啊，这样发表完之后，那股价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网络科技网站的一些评测，他们说他们已经开始对库克怀疑了。他说库克是苹果令人钦佩的领导者，但是他不是贾伯斯iPhone 16凸显这又是更无聊的更新产品没有太大的改进。如果贾伯斯今天还在的话，苹果早就在研发下一款让人们惊呼的革命性产品了。那苹果的价格呢，就是股价盘中还一度下滑了2%，最后是平盘做收，那就代表说市场上面好像并没有反映出来对你的期待感。如果说哇，这个划时代的一个革命性的新品，股价立刻会反映出来嘛，所以市场上面好像看起来也是这样这样冷冷的这样过去。那甚至在微博上面还有一句词条也登上热搜了，是这个库克他因为有申请这个微博嘛，所以他有 po 文，他讲啥呢？他说 iPhone 16是最先进的 iPhone， 那就开始被大家造句那 iPhone 17也会是最先进的 iPhone 15也是去年最先进的 iPhone。 人家讲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就说那毕竟是最新的一代嘛，当然是最新的，所以就被这个网友群嘲，就开始在那边造样造句了。所以是不是太没有新意？因此呢，现在中国大陆还全面下架了这个 iPhone 15的这个贩售就是说是不是要逼着大家去买 iPhone 16？所以有非常多这一类的讨论。那反观这个华为的这一个瞩目度就比较高了，因为它真的是推出一个新的产品。过去我们看到折叠机都是这样子对折而已，它这次是一个3折叠的，所以感觉起来好像真的是市面上目前还没有见到这种产品那今天2点半的时候，就是在刚刚余承东出现了，拿着这个3折手机亮相，它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折叠萤幕手机展开可以达到10.2寸，那也等于是说还原了横屏的这种完美还原那大概它的厚度只有3.6毫米，目前预购已经突破了320万人。那价格也曝光了，最低的价格，这个真的也是算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最贵的一款手机2万块人民币，16G，然后256GB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入门价甚至最贵的要到23999元的这个人民币。那它有推出这个玄黑跟梨红两种。红黑2款就非常中国红跟中国的颜色这种定调。那我们看看外媒也在热议就说因为呢苹果现在已经跌出了中国大陆前5大的智能手机，那华为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呢，他们的出货量还增长了41%所以是前5大品牌当中增长速度最快，看起来苹果快要丢掉中国大陆市场了。那还有人家定调说华为这次的3折机等于是已经在折叠萤幕技术大
大战进入到了下半场了。目前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统计2024的上半年，中国大陆的折叠手机就销售达到将近500万部哦，同比增长了121%。那5000块以上的高端市场份额甚至达到了13%。所以这次这么高价位的这种3折机，可能在这个市场上面，目前光是预购的这个销量，预购量的反映出来，就是非常的超出大家的预期哦，已经超过300万台了。那还有华为，其实当年呢，在8月份的时候哦，就已经被人家拍到，这个余承东在搭机的时候，手上拿的就是人家间谍照曝光哦，就是这一次要登场的这个三折叠手机。余承东就有讲啊，这曾经是一款别人都能够想得到，但是做不到的产品。华为用5年的时间把这个3折叠手机给做出来，所以恐怕也要掀起接下来这个手机市场的折叠机大战了。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我先不谈这个手机，我觉得美国众议院进行的这个法案呢，将来影响很大。这个不是针对这个华为手机上市，这个是铺陈下一个美中对抗里面的一个杀手锏。它表面上讲是针对中国高官的私人财产，因为他讲的比较隐晦。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开创一个很恶劣的例子。就是没收俄罗斯所有的财产，那没收俄罗斯财产是很大一笔钱哦。那中国是更大的一笔钱，你算一算，中国的外汇存底，中国的美国的国债，还有中国人在海外的投资，跟这个商业的存款3万亿，而且它这个东西不只是美国冻结在美国国境里面的，你像冻结俄罗斯财产。法国也有啊，法国不是最近拿出来支援乌克兰吗？所以这一个加起来30万兆，这是很大一笔这个金额，是对将来影响中国采取自主行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他是很隐晦讲，高官的那个人有几个钱，对不对？比起中国华人在海外投资，我管你是你华人投资，我们都借机会没收，还有这个美债。所以中国大陆想撤出美债的脚步太慢了，到现在为止还是被人家捏着脖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比较重视就是说，他众议院当然这个法案里面可以制裁华人的很多了，包含各种关税啦，这个商业行为了，但是没收财产这个，因为这是乌克兰战争里面开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恶例，你哪里可以没收人家国家的海外资产的？这对于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来讲，这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行为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我们要仔细观察它的后遗症，因为美国掌握了全世界15000多家这个银行的这个操作系统了，所以他做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那中国受到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比手机的 competition 呢，将来的后遗影响会更大。对，好，我们来请教苑老师。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做法，毕竟注定说明了2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美国国会搞个什么中国州，其实叫反中州还比较适当一点，搞了25条，我看了一下里面的条文，这都想笑出来，各式各样的，通通就是把你心里的感觉说成话，然后做成条文，它没有什么实质的用处了，因为美国的行政跟他们的立法是完全分开的嘛，就是说他只是说自取其辱了。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他说的借口啊是非常就是要没收，但是我觉得中国本身来讲，大陆啊会做好这个心理上的准备啊，就是说是其实从2018年到现在的话呢，整整经历过了6年的时间了，那么大陆一开始有一点说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这么想要跟中国脱钩断链，现在搞清楚了，原来纯粹就是为了竞争的关系。所以说要脱钩断链，大陆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我觉得那高官也不会傻到就是说把钱放在那边，而且事实上什么叫高官定义也很模糊，甚至有点抽象，你知道吧？应该说是贪官的话呢，那么这个讲起来在大陆就已经抓得很紧了。这个事实上问题影响到底有多大不重要，但是的话呢，这里面从这个 iPhone 16跟这个华为的折叠式手机一比较的话呢，确实出现了2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一个的话呢，在如此打压的情况下的华为总是能够做出一些惊艳
验的产品啊。上一次的话呢，我自己用了 Mate 60的手机的话呢 ，Mate 60 Pro 啊，就是说可以感觉得到，说是它这个大家一直在猜测它的那个7纳米的或者5纳米的芯片是哪来的，到今天为止的话呢，也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又很明显，就是相较于这个 iPhone 16的话呢，它里面做的位置，因为它是说它照相机把那原来这个排的那个像头啊，这个次序颠倒了，或者怎么样的话呢，就对大家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新的这个科技的产品啊，你只要让人看得懂啊，看得懂，知道怎么做的话呢，就不稀奇。那这个折叠式三层的折叠式手机，我算了一下，3层式的折叠手机拿手就成3倍。差不多有跟那个 iPad 差不多大了，那很不得了啊！像我现在伴随着年龄增长，还有我帅军在旁边，那眼睛上来讲的话，我常常希望荧幕能够大一点啊，对不对？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小字很吃力，对啊，很吃力嘛，对不对？所以说感觉上它的迎合了这个需要。我觉得华为能够做出这些东西来的话呢，迎合需要就不怕价钱高，因为我们有需要嘛。因为这个年头的话呢，基本上有需要来决定你要不要购买，而我们不会去买那些没有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问题上来讲的话呢，华为确实是一个非常争气的一个企业啊。其实，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在美国竭力的打压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华为本身的话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是基本上他们不说美国不好。第二个的话呢，他们说自己要加倍努力，强调危机意识。另外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华为本身早就已经做好了要自己单独走一条科技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的话呢，等于是美国逼出来的。如果美国没有这样逼的话呢，华为今天有没有这个成就，我觉得是可以打个问号的。好，来问一下黄老师。这个华为的手机大家已经讨论很多了，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它不只是在手机，还有包括它在汽车，还有在所谓的 AI 的大系统方面，其实越做越多。那这个就像苑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环境会逼着它成长。那我们常讲说，生命自己会找到出路嘛。华为它很努力的啊，在美国的围堵之下呢，我觉得它至少啦，我从数据还有从报道看起来，华为现在逐渐站稳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华为它知道，它如果现在那些过去的模式去跟美国或甚至跟南韩竞争的话，华为占不到什么便宜。可是华为它走的是创新革新的那一步，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个3折的手机，因为我也没看到实品了，但是如果它打开已经到了10寸多一点，然后它的厚度如果才不到4毫米的话，那确实这个质量上是很可观的。而且呢，它这个手机呢，我印象中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华为它有那个花粉年会、花粉见面会，余承东他就当场宣布说，华为在明年，也就今年啊，会有一项颠覆性的产品。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照片上面也有，他已经透露了一些这个产品的侧照啊，果然这个3折手机确实是领先全球的所有的手机厂商。那这也是华为它在这个个人或商用手机里面，它必须要突围的一个正确的做法了。那另外呢，最近其实大家都在讲 AI 啊，华为在 AI 的投资还有它的创新，其实我们平常因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比较看不到，或许我们会忽略了。但华为它的这个 AI 为基础的这种5G 的系统，其实现在慢慢的已经发展到，譬如说不只是软体啊，包括一些生产供应链，或者一些客户运营的场所，甚至像矿产、教育界、金融界等等的，其实他希望把这个 AI 的这种大系统，不是只有给企业厂商用，还有包括给我们个人用。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华为他觉得说，我当然把课程扩得最大，这样子我利益才可以创造得更大。你美国要挡我，除非你方方面面都挡得到我，不然我一定还是有出路可以出去的。所以我只能说，这个美国想说把华为一刀砍下去，可能让他不死也半残。可是现在看起来，华为好像就算身上有伤，但是现在逐渐愈合了。那美国未来会怎么看待美国认为是眼中钉的华为？国会会不会还有另外的立法？我觉得这个都还值得观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目前俄乌的最新战况哦。现在呢，俄罗斯的防长已经在庆祝这个俄罗斯解放顿内茨克的新的2个城市哦。那就在红军城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顿内茨克往红军城这边推进哦。从放大图来看，距离红军城非常接近的2个城市辛格罗多夫卡跟这个梅姆里克这2个城市已经是给俄罗斯给占领了。他们讲说俄罗斯已经打开通往红军城的通道，换句话说，他们控制了红军城旁边这2个重要的这个城市之后呢，已经可以直驱了，直通这个红军城了。那他现在目前前线发生了147次跟红军城周边的这样子的军队的一个交战。那他们现在的这个几路策略哦，就是挺进红军城，还包含了就是南面，就是从马利波上来的这一路画面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叫这个乌格列达尔哦。这边其实有这个来自乌军的补给，他们现在目前也已经切断了这边乌军大型守备的补给线，所以南面他们也切断了，然后这个东面这边已经非常靠近红军城了。再来北面呢，他们也持续的这个用空袭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报道来说呢，他们用导弹来袭击哈尔科夫这边的指挥所，哈尔科夫在这个位置。哈尔科夫这边现在一些这个乌克兰北约的一些专家在这边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指挥所已经遭到袭击，现在目前传出这个乌克兰的防空旅长已经被击毙的这个消息哦。那这是他们挺进红军城又有一番的这个前进跟斩获。那在另一方面，我们看这个库斯克是对于俄罗斯来说，因为是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那乌克兰攻进了这个库斯克，但是呢，现在俄罗斯等于是包夹了库斯克，在进行大反攻，单日消灭了500乌军，而且他们现在用这个地雷阵70枚连环爆，要赶紧的把这个俄罗斯的领土给拿了回来，因为他们其实就等于说让乌克兰用一个分散的战术。现在乌克兰在库斯克这边精锐的部队也被这个俄罗斯快速的消耗当中，每天他们都有这种最新的几千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最新战报，所以看起来赢面好像并不在乌克兰这边，乌克兰现在有一点好像位居下风。那美国的媒体就在讲说这个乌军在库斯克的失败可能会变成泽伦斯基的第3个打击。为什么说是第3个呢？去年其实有2波，包含了冬季的反攻以及这个上半年的反攻，加上这一次算是第三次的乌克兰的反攻。如果库斯克又被俄罗斯给拿回去的话，可能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是你3次的反攻都是没有成功的。那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他好像对无差，就是也是你乌克兰的事情啊，但是对我来说，我是在赚的是军工复合体发大财哦。那我们看到连小甘乃迪都在讲，他认为中国不想跟我们发生冲突，俄罗斯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就是指美国正在这个尽可能的让这2个国家卷入冲突，那是不是为着就是军工复合体的发财呢？有这个根据日内瓦反极速弹联盟发布的2024的报告显示，拜登在2023年7月到2024年的4月之间批准向乌克兰运送了5批的极速弹药。那军工复合体呢，也有这个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出来有35个州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约，包含了像是雷神这个通用动力这些这种军工复合体他们都从国防部那边拿到了很多的这些生产武器的新合约。那泽伦斯基现在还打算要来跟拜登再争取新的援助因为军事的预算缺口非常大，而且前线人员的装备很少，所以逆风作战的情况之下，他希望能够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面向拜登来申请再一波的军援。他说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因为如果一旦没选的话，搞不好可能他就没有机会再获得美国更多的援助。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俄乌的军备战现在也扩散到中东那美国要向这个乌克兰再提供新一波的这个空对地的导弹，那连这个白俄现在边界都有一些这个兵力在部署，所以 CIA 的局长伯恩斯就警告说这有可能会有爆发核战
战的风险。因为呢，其实俄罗斯现在用一些这个无人机已经跑到其他北约这个邻国的一些领空了，所以那些邻国都现在在警戒当中很怕这个战事一旦扩散会很严重。那欧盟跟美国现在反过来在警告说，他们发现到这个伊朗有在提供俄罗斯一些导弹飞弹所以他们就警告这件事情。那伊朗是予以否认他们就说我们强烈驳斥有关伊朗向战争一方输出武器的相关做法。所以美国是不是一直在把其他的国家不断的牵扯进来？不只是俄罗斯、中国大陆，连伊朗同样也是如此那至于隔壁的埃及他虽然常常去帮忙要劝和这个俄乌战争但是他现在自己的军备也正在提升当中。他现在目前呢要用这个歼10C 跟这个 FC-31来取代掉这个逐渐老旧的 F-16战队。那前一阵子中国大陆也去到了埃及来举行航展所以看起来这个伊朗也要有新一波的军购，但是不是跟美国买了，现在转向跟中国大陆来购买。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美国本来就靠全世界有战争才能发展它的这个国难财这个军火公司就唯恐天下太平。那现在正好，中东有火头，这个俄乌有火头，菲律宾这边眼看着也要起火头，所以你凡是每一个火头旁边的周边国家，哪个不想买军火了？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好，台湾老百姓，你平时不会去买防火灾险买那个什么消防弹或者是那个消防的喷雾器，等你隔壁家烧一家，你就什么都买了一样道理。这个战火泛滥的结果，就军武美国是刻意养这个军火公司，这是很赚钱的事情。所以他400多亿的订单不一定是给人车司机他这个里面很可能是给以色列的很多，对不对？台湾买的东西还在那里排队等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工复合体对国家的领导人物影响太大，他的智库、他的国会议员、他的游说团体，这些东西再加上犹太人这个金主，他们是结合在一块的。所以从艾森豪当总统的时候都想把这个干掉，都干不掉。凡是违反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金融集团跟这个军火公司的总统，不是被枪击就是给搞下台。所以这个国家的特质我们看是这样。第二个，俄罗斯，如果说红军村南边俄罗斯准备了10万人的部队的话，那这个战略构想就不一样了，不是光打红军村而已了，那就是大乌东为他的战略目标了。他往北边往上去打这个波塔瓦，北边的这个库尔科斯的战场南下打哈尔科夫，那这个沃瓦河以东的地方全部变成俄罗斯的。所以普丁也讲过，我占领的土地我绝不退让，而且都要纳入俄国的统治。乌克兰的问题，这个什么那个克里米亚的问题根本不跟你谈。这就是俄国的谈，他已经把这个战略构想的企图讲得很清楚了。这4个州他不会放的，那4个州他要变成缓冲区，他第2个条件就是说，你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2个条件都是乌克兰跟美国跟欧洲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个眼前的事实是造成的，这个东西就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乌克兰撑不下去的时候，才有和谈停火协议。这是停火协议里面顶多有点讨价还价的，就是说我这4个州让它变成独立国、中立国，这是大概俄国可能会让步的，因为很简单嘛，一打仗，俄国人这个地区少数俄国人都跑了嘛，剩下都是乌克兰做公民投票，每个人都愿意归属俄国或者自己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我不能确定，就是红军村后面有没有10万人。如果部队少的话，就没有什么战略构想。如果说调兵遣将在红军村集结重兵的话，那未来这3个月里面绝对有一个重大的战争。因为他一定要趁在冰封期之前突破这个红军村，向北席卷。对，那这个时候一马平川，中间只剩下一个波塔瓦跟这个哈尔科夫2个城镇了嘛。这2个点拔掉，乌东已经无险可守。那乌东又是
乌克兰工业区的一个基地。对，乌西是农业国家，所以俄罗斯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人，他当然是拿你的精华区。对，所以我想，当然我推测的这个战略构想要看红军村下面俄罗斯准备多少人。如果只有1-2万人、2-3万人，那也只是象征性的打下红军村，或者就这么僵持下去。那如果有10万人以上的部队，那战略的企图跟战略的构想，跟而后的行动就完全不一样。好，来请教黄老师。好，那个俄罗斯它现在的军事部署啊，其实我们看到，我觉得它会在今年11月、12月之前，就像帅将军讲，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场攻击啊。除了冰封期之外，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讲的稍微直白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也就俄罗斯跟乌克兰都希望在美国总统大选差不多结束之后呢，赶快看谁能占到多少地，或谁能抢回多少地，因为再来很可能就现状点交了。到底战怎么样，就不管是长期的停火，甚至就是停战协议，甚至是合约，那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双方这个急迫性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俄罗斯大概早就算到这一点了，所以至少从今年的4月左右开始，其实你就看到有些外电的报道说，俄罗斯它把更多的太平洋舰队，还有包括部署在东岸海参崴啊这一块的这些包括空军的防空军部队，都送到了乌克兰战场去。那当然。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我们节目的前面一节讲到说，俄罗斯让中共的解放军使用了一些空军的基地等等的，会不会是反正俄罗斯的东边稍微空了一点点啊，它的防力空了一点点？那美国虽然说应该不会没有事就去攻击俄罗斯啦，但是有备无患嘛。那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借你解放军用一下，而且反正我们2个有时候还要一起飞。舰队还要一起走，所以我觉得或许不排除这样的一种可能啊。那当然，欧洲怎么看呢？欧洲就觉得说，包括北约为主，他的现在快要下台秘书长就说，我觉得根本就是北京在纵容莫斯科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俄国跟中国大陆走得越近，但是呢，欧洲人越有理由说他们两边是一丘之貉。好，请教苑老师。这个在军事与外交专家之后的话呢，我针对于伦理道德的问题提出一点看法哈。我觉得俄乌之间的冲突，大家现在都看得很明白，完全是美国的一手在背后支持的结果。而且我一开始的话呢，总是相信就说是这个北约东扩的问题导致俄罗斯必须要出兵啊。大家现在强调的，事实上的话呢，从一开始就是说乌克兰能够打到现在，过了2年半。的时间上的话呢，其实讲起来很不容易的，但是呢，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支持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啊，慢慢就看得出来，到了11月份的时候，美国大选选完以后呢，那乌克兰呢还能够受到多大的支持？受到新的美国总统的支持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觉得刚刚这里面所提到了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借着打仗的事情，套我们帅将军讲的话呢，唯恐天下和平啊，唯恐天下太平啊。然后呢，这个跟我平常所学的这个观念是刚好相反的。因为我觉得的话呢，如果说是为了要挣钱啊，不惜的话呢，牺牲别的国家打仗，然后呢，做出来了非常多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挑衅啊的过程。因为刚刚的话呢，我们会听到啊，就是按照今天的分析的结果，如果我赫然之间都发觉啊，俄罗斯本身跟乌克兰之间的话呢，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抢占地盘的结果。所以我现在才了解说，今年的8月6号，怎么俄罗斯被入侵了啊？就是说乌克兰打到库尔斯克去了。我现在一讲的话呢，大家都要准备和谈的过程当中，就要采用继承的现实，用已经占领的位置来进行和谈。我必须强调，顿巴斯地区啊，就是卢甘斯克跟卢甘斯克这2省啊，顿涅斯克这2省的话呢，基本上在俄罗斯已经经过公民票决。